第5章72般变化。时光匆匆，孙悟空在三星洞中不知不觉已度过6、7年。一日，祖师登上高台，端然高坐，开始开讲大道。那玄妙的道理如潺潺流水般流淌而出，悟空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，满心欢喜，抓耳挠腮，眉梢眼角都洋溢着笑意，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起来。祖师瞧见这一幕，开口问道：悟空，你为何在班上这般癫狂跳跃，不认真听我讲道？悟空赶紧恭敬答道：弟子一心虔诚听讲，只是听到师父讲的妙处，实在是欢喜的难以自持，所以不自觉的就有了这跳跃之态，还望师父恕罪。祖师心中暗暗欣喜，觉得悟空灵性十足，便说道：你既然能领悟这妙音，我且问你，你到这洞中多久了？悟空搔搔头，说：弟子本就懵懂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，只记得灶下没火时，常去山后打柴，那儿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片好桃树，我在那儿饱饱的吃了7次桃子呢。祖师道：那山名叫烂桃山，你既然吃了7次桃子，想来是过了7年了。你如今想跟我学些什么道呢？悟空诚恳地说：全凭尊师教诲，只要是有些道气的，弟子都愿意学。祖师便将数流境的洞4门道法细细说与他听。悟空得知这些道法都无法让人长生不老，便连连摇头，坚决说道：不学，不学！祖师听了，猛地一声呵斥，跳下高台，手持戒尺，指着悟空道：你这猢狲，这般不学，那般不学，到底想怎样？说住走上前，在悟空头上打了3下，然后倒背着手走进里面，关上中门，撇下众人离开了。众弟子都又惊又怕，纷纷埋怨悟空，但悟空却一点也不恼，脸上还堆满了笑容。原来悟空已经破解了祖师的暗谜，祖师打他3下，是示意他3更十分用心，倒背着手走进里面，关上中门，是让他从后门进入，要在隐秘之处传授他道法。当夜3更，悟空轻手轻脚的从后门悄悄进入祖师的寝室，静静的跪在榻下。祖师醒来看到他，知道他解开了暗谜，心中十分欢喜，便将长生妙道的口诀传授给他。悟空心性聪慧，一点就通，立刻将口诀牢牢的记在了心里，然后对祖师拜谢深恩。又过了3年，祖师有一天把悟空叫到跟前，问道：你修行的如何了？悟空自信的回答：弟子对道法的领悟已颇为通达，修行的根基也渐渐坚固了。祖师说：你虽然已经获得了长生之法，但还得防备3灾厉害。悟空赶紧询问何谓3灾，祖师解释道：这是非常高深的道法，能夺取天地的造化，窥探日月的玄机，但要练成之后，连鬼神都难以容忍。虽然能让人驻颜益寿，但到了500年后，天降雷灾来击打你，再过500年，天降火灾来焚烧你，又过500年，还会降下风灾来吹你。悟空听了，吓得毛骨悚然，连忙叩头礼拜道：万望老爷慈悲，传授我躲避3灾的方法，弟子定不敢忘恩。祖师道：这也不难，只是你和别人不同，所以不好传授给你。悟空不解地说：我也是头元顶天，足方履地，同样有9窍4肢，5脏6腑，怎么就和别人不同呢？祖师说：你虽然外形像人，但比人少了腮帮子。原来那猴子是凹脸尖嘴。悟空伸手摸了摸，笑着说：师父考虑的不够周全，我虽然少了腮帮子，却比人多了这个束带，也能抵得过了。祖师笑着说：也罢，你想学哪一种变化？有一种天罡术，有36般变化，还有一种地煞术，有72般变化。悟空道：弟子想多学一些，就学地煞变化吧。祖师道：既然如此，上前过来，我传你口诀。祖师附在悟空耳边，轻声说了些奇妙的道法。这猴王也是聪慧过人，一窍通使百窍通，当下学会了口诀，便自行修炼，没多久就把72般变化都学成了。第6章筋斗云与龟山。一日，祖师带着众门人在三星洞前观赏傍晚的景色。祖师问悟空：你的修行之事完成的如何了？悟空恭敬的回答：多谢师父的大恩，弟子的修行已颇有成果，如今已能腾云飞升了。祖师道：
你试着飞给我看看。悟空纵身一跃，连翻了几个跟头，跳离地面5-6丈高，踩着云霞飞了一顿饭的功夫，往返还不到3里路，便落回到祖师面前，拱手说道：师傅，这就是我腾云飞行了。祖师笑着说：你这可算不得腾云，只能算是爬云罢了。真正会腾云的人，早晨从北海出发，游过东海、西海、南海，再转回苍梧。苍梧就是北海凌凌的别称，要把4海之外1天之内都游遍，那才算是腾云。悟空皱着眉头说：这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祖师说：世上没有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悟空听了，连忙叩头礼拜，恳切地说：师傅，为人须未撤，您就大发慈悲，把这腾云之法也一并传授给我吧，弟子绝不敢忘恩。祖师道：一般仙人腾云都是双脚离地而起，你却不是这样。我刚才看你飞的时候，连翻跟头才跳起来，我就根据你这个姿势传你一个筋斗云吧。悟空再次礼拜恳求，祖师便又传给他一个口诀：这朵云你捻着诀，念动真言，握紧拳头，将身子一抖，跳起来，一个筋斗就能有108000里路呢。众弟子听了，都嘻嘻笑着说：悟空真是有造化，要是学会了这个法术，去给人家当铺当差，送文书，递报单，不管到哪里都能有饭吃。当夜，悟空便运神练法，学会了筋斗云。从此他每天无拘无束，逍遥自在，这也是一种长生的美事。一日，春去夏至，众弟子都在松树下聚会讲学。悟空忽然问道：师兄们，我们都知道师父传授了道法，不知各位都学了些什么？众师兄纷纷展示自己所学，有的会伏击请仙，有的会看炉炼丹。悟空一时兴起，便想在众人面前卖弄一下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棵松树。众人见了，纷纷鼓掌，哈哈大笑，都喊道：好猴儿，好猴儿！这喧闹声不知不觉惊动了祖师。祖师急忙拄着拐杖出门，问道：是谁在这里喧哗？众人听到祖师的声音，慌忙收敛，整理好衣服，走上前。悟空也变回了本相，混在人群中说：启禀尊师，我们在这里聚会讲学，并没有外人喧哗。祖师怒喝道：你们大呼小叫的，一点都不像修行之人的样子。修行的人一开口，神气就会消散，一说话，是非就会产生，怎么能在这里喧闹嬉笑呢？众人道：不敢瞒师傅，刚才孙悟空施展变化玩耍，我们让他变一棵松树，他果然变成了一棵松树，我们都称赞喝彩，所以声音太大，惊扰了尊师，还望师傅恕罪。祖师说：你们都出去。悟空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你卖弄什么神通，变什么松树？这种功夫怎么能在人前卖弄呢？假如你看到别人有什么本事，一定会求人家传授。悟空叩头道：指望师傅恕不罪。祖师道：我也不怪罪你，但你还是离开这里吧。悟空听了，满眼含泪地说：师傅，您让我去哪里呢？祖师道：你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。悟空恍然大悟，说道：我是从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。祖师说：你赶紧回去，这样才能保全你的性命，要是留在这里，肯定不行。悟空只好拜别祖师，与众人一一作别。祖师叮嘱道：你这一去，必定会惹出些事端，不管你怎么惹祸行凶，都不许说是我的徒弟。你要是说出半个字，我立刻就会知道，到时候我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，将你的神魂贬到九幽之处，让你万不得翻身。悟空道：弟子绝不敢提起师傅一个字，只说是我自己学会的便是。